当我们轻轻俯视历史的尘埃，开个脑洞去探寻人类历史足迹时，有一个民族是无法绕开的，它就是苏美尔人。这个坐落于美索不达米亚新月地带的古老民族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第一座灯塔，是东西方文明之源。新月地带，希伯来人称之为是那国或伊甸园之都。考古研究发现，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城邦文明，一直可以追溯到7300年前埃利都 （Eridu） 时代，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座城池。苏美尔文明比古埃及文明早了约1000年时间，比巴比伦、印度早了3000年，比中国文明、希腊文明早了3500年，是当之无愧的人类文明之母。当我们研究历史到一定阶段时，总会有这样的问题：人类从何而来？将走向何方？我们为何和地球上其他生物有如此大的区别？当全世界所有民族都穿着兽皮，摸石头过河，和禽兽为伍时，为何苏美尔人一枝独秀地爆发出高度的文明？来得十分突然和诡异。苏美尔文明的高度成就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，人类所有文明的元素都可以在苏美尔中找到来源。苏美尔人至少创造39项人类第一：语言、文字、水利工程、建筑、天文、历法、学校、法律、宗教、药学、数学、农业、神话、文学、史诗、音乐等等。可以说，没有苏美尔人的开拓的奠基，当今人类还是只会用石头。人类智力起源有2种解释，第一种是认为人类长期在劳动中产生了语言和智慧，这基于进化论假设的推论。当年达尔文是拒绝讨论人类智力起因的，故而这种解释也只是在假设基础上的假设，只不过它被多数人想当然地接受而已。第二种是认为人的智力来自于天外的神兽，这种解释直接来于人类早期的神话。中国神话中，人类智力来自伏羲传授，古希腊人认为是普罗米修斯，圣经认为是撒旦。如果用第一种假设来解释人类智力起源，那么苏美尔人无疑就是人类的神，人类文明所涵盖的所有元素都被苏美尔创造出来。劳动是智力起源，苏美尔与其他民族不是站在同一个进化层次，甚至可以说和其他人类不是同一个物种。如果用第二种假设来解释，那么苏美尔人就是上帝的宠儿，人类的智力起源受天外来客的启示。神为何单单选择了苏美尔人作为传播的媒介呢？自发产生智力说和智力神兽说两者必然一真一假，这种和人类起源问题一样，除了特创就是演化。由于进化论本身就没有任何证据，也解释不通人类的智力为何突然爆发到一个至今都无法逾越的高度，所以本视频的视角是站在神创论角度去还原人类历史真相。无神论信仰者，世界狭隘，如感到身体不适，请自行离开。希腊神话，希伯来旧约均源自于巴比伦神话，而巴比伦的神话源自于阿卡德人，阿卡德人抄袭于苏美尔神话，而苏美尔的一个分支古埃及人的神话则是继承苏美尔神话。中国的昆仑系神话则来源于苏美尔人。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神话故事都是小异而大同，都来源于最初的苏美尔人。各个民族的神话都是在用不同语言、思维来记载和解释上古时代发生的同一件事情。不仅现代人类同出一源，人类文明同出一源，连神话故事都是同一史实的翻转，因此苏美尔神话就显得尤其特殊，它最可能接近上古人类历史。苏美尔传说中，恩基 Inki 与伏羲音译趋同， Inki 伏羲与宁玛 Ninma 与女娲音译趋同。 Ninma 女娲是2位造人并教人文明的重量级人物，这2个人的身份以及名字都与东方神话趋同。开创了辉煌文明的苏美尔人来历不明，他们的出现就好像奇迹，突然就出现在历史舞台上，并且极为先进。近东地区的其他民族都是以闪族为主的白种人，唯有苏美尔人自称黑头，他们是中东独一无二的黄种人。有的学者猜测他们来自伊朗或者阿富汗的高山，但是这个迁徙方向与人类走出非洲向东迁徙的方向正好相反，时间也不对。
要寻找苏美尔人的来历，还要从苏美尔神话那里去找答案。苏美尔神话中的造物主是来自天狼星的行星 Nibiru 尼比鲁的 Anunnaki 阿努纳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创造的。Anunnaki 成为苏美尔人的多神上帝。大约25万年前，Anunnaki 开始制造人类，前后一共造了多个版本：一、未成型失败的素体；二、人类初始版没有生育能力 The Adam 1.0；三、人类2级版 The Adam 2.0和四、人类加强版 The Adam Vista；五、神与人混血的超级人类 The Adam of Super。根据苏美尔泥板神话记载，企划创造人类工程的人具备有人首蛇躯的形象，是位蛇形大神。他是苏美尔神话的核心人物，就是被称作灵巧的创造者的海王星努迪姆德，是天神阿努的长子，名为埃 Inki Ng， 意为地球之主。他与恩利尔 Enlil 同为阿努的儿子。按西方人的视角解释，恩利尔像是天使，而恩基却是魔鬼的角色。恩基的妹妹宁玛 Ninma 是医学女神，也是蛇形，这也是现代医学标志的由来。同为蛇形神又是兄妹，又与造人有关，这与伏羲和女娲如出一辙。恩基引入了基因控制方法，制作了最初的人类版本完美模型亚达帕 Adapa， 也就是亚当 Adam Adama， 让自己的妻子来将其实践化。之后14个生育女神中的7个生了男孩，7个生了女孩，这7男7女就是初始版本的人类，没有生育能力。这版人类只能通过克隆来繁殖，充当公奴的主要就是这个版本的人类，因为没有生殖能力，这个版本不可能留下后代，只要停止复制，随着个体的死亡，最终全部灭绝。造人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劳动力，犹如家畜对于人类一样。史诗中记载，让他创造一种原始工人来承担枷锁，让这种工人承担神的艰辛，让他承担枷锁。请别觉得残忍，制造你的本意并不是为了让你觉得神很残忍，而你的存在没有价值，而是你很有价值，不然就不会制造你。而在基于人类的问题上，矛盾开始产生。因为没有生育能力，宁玛女娲倍感沮丧，在初始版本中选择了一对男女素体，进行了关键性的一次 DNA 修改。这对男女就是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。注意，圣经称亚当夏娃是人类始祖，但在苏美尔神话中，这对修改的版本并非是最初的人类，他们正是人类2级版本始祖。这次修改在圣经用了夏娃被蛇引诱偷吃禁果来暗喻人类犯了原罪。从此，人类懂得男女之别，知道了羞耻感，有了道德、情感和智力。事实上，人类怎么可能吃个苹果就能产生智力？真正的原因是，宁玛女娲恩基没有遵守众神立下的契约，私自修改人类 DNA。这是被恩利尔 Enlil 知道后，愤怒地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。巧合的是，中国神话传说中，伏羲和女娲的时代一开始并没有人类，这跟苏美尔神话一致。伏羲能仰头观天象，低手查地脉，是一个类似大工程师样的神。女娲是一个非常勇敢和有智慧的女神，不仅造了人，还补过天。伏羲和女娲的身材要比人类高很多，寿命也长得多。一开始，人类并不会自我繁衍，人类不断死去。女娲看到后，决定赋予人类交配繁衍的能力，这个跟苏美尔神话又是惊人的相似。那么这份契约呢？苏美尔泥板文献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，我也只能猜测，当时众神对于创造人类是只有2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的两派，一派支持造人，一派反对造人，最后相直下各自让步。创造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类种族，只要人类完成任务，神只要不再复制这人类，那么人类就会自行灭亡，将人类升级成能繁殖的有性人，完全是出于宁玛女娲和恩基伏羲对人类同情和怜爱。当然，恩基伏羲对人类的友善不止1、2处，泥板文献中苏美尔人对恩基伏羲崇敬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被赶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，恩基决定不让这只人类承担奴役，担任矿奴的还是第1类无性人。苏美尔神话中，到了开启人类智慧以后，智人生存，并没有像圣经所言尝尽世间所有苦难，而是被恩基放任地放到东非的阿毕苏自由生活。
被放任的亚当夏娃经过一段时间产生了很多后代，恩基一直对亚当夏娃的后代进行观察和改良实验，促使人类更接近神的容貌。苏美尔神话中体现了现代形形色色的人种，都是恩基、伏羲改良人类种试验品。听上去很残忍，但却极有可能是事实。我不太认同自然环境下会使人类产生不同的种族，人类外貌上的差别，关键是 DNA 的差别，而 DNA 是不可能受环境改变而改变的。DNA 的改变只能是智慧的介入，进行修正。现代人种大体上就是第二级版本和加强版本的后代，至于哪些人种是二级版本，哪些是加强版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在观察测试人类时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恩基、伏羲和2个人类女子发生性关系，结果发现神和人之间完全没有生殖隔离。这对人类女子为恩基生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儿，男孩叫阿达帕，女孩叫提提。这2个孩子是人类中最为特殊的类型，是蛇神恩基、伏羲和人类的混种体，带有半人半神的血统。这个半人半神的人类正是苏美尔人和华夏人的祖先。中国人一直称自己的龙的传人，原因就在于此。中国人和蛇神恩基、伏羲的关系非常明确。人类长相越来越接近神族，这件事被伊甸园的主人恩利尔察觉发现，最后套出了恩基与人类发生性关系并产生后代的种种离奇事件。恩利尔非常恼怒恩基违反当初的约定，而恩基依然不顾。恩利尔的反对决定向人类传播知识，并亲手扶持人类走向文明。至此，恩基、伏羲和恩利尔完全走上了对立的道路，东西方文明信仰的对立，正是恩基与恩利尔对抗的延续。东方人是蛇神恩基、伏羲的追随者，而西方人是恩利尔的膜拜者。恩基宁玛创造人类，改良人种，提升人类智力，使人类产生情感和羞耻感，并向人类传播知识。而恩利尔反对造人，反对提升人类智力，讨厌人类知道羞耻感，反对向人类传播知识。这2大家族的对抗也正是整部苏美尔神话的基调。今天你的脑洞开了吗？如果大家觉得这部影片有趣，还想了解更多内容，我会继续分享后续的故事，请你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。当然，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，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，并与朋友分享。但先别急着去寻找苏美尔人的传说，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，等你观赏呢。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，就可以尽情享受。持续锁定我们，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。